最近美国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美国将释放军火商布特，以换取女子 NBA 球星格林纳的自由，被媒体称为是最不对等的囚犯交换。美国为什么要跟俄罗斯交换囚犯？把军火商放走真的没问题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美俄换囚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2月，美国女子 NBA 球星格林纳在入境俄罗斯时，因为携带大麻烟油，被俄罗斯政府以毒品走私的罪名起诉。尽管格林纳主张自己是因为整理行李时过度的匆忙才犯下了这样子的过错，但最后还是被判了9年。对于这起事件呢，美国政府主张俄罗斯是出于政治目的才对格林纳进行非法的拘捕，因为当时是乌俄战争开始的敏感时期，而且呢，这个9年的刑期也远远超过了俄罗斯对于毒品走私的常规判刑。此外呢，格林纳非裔再加上 LGBT 的身份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因此美国在7月呢与俄罗斯进行换囚谈判，最后决议双方互相释放1名囚犯，俄罗斯让格林纳回家，美国则释放呢有死亡商人之称的2级军火商布特。目前这2个人呢都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国家。那虽然最后人是救回来了，但是这一起换囚事件还是在美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除了军火商换篮球员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你觉得政府吃了大亏以外，许多人也开始质疑换囚的正当性，认为美国不应该跟敌人做这种交易。那么就很好奇平常好像很少听到有国家之间互相交换囚犯，这是美国跟俄罗斯才有的特殊协议吗？换囚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交换标准呢？不过在开始之前呢，还是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农历新年快到了，10天连假你要怎么跟孩子度过呢？你可以考虑跟他一起学习未来需要的能力。芒狗狗系列绘本新年限时优惠6折起，募资2季都破100万，成品金石堂热卖当中，已经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内容涵盖了身体自主权、专注找游戏、培养刷牙习惯，从小学习能用一辈子的生活素养。13本全套组只要6折输入77推荐再9折，现省2800，超划算。在新年的优惠期间下单呢，还送限量的芒狗狗红包现在就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为自己准备最强的育儿神器吧。所谓的换囚最早指的是2个关系对立或者是冲突的国家互相释放战俘或是情报人员的协议。这么做的理由有的时候是因为人道考量，因为有些士兵被俘虏的时候已经受了严重的伤，活不了太久，而交战双方呢就会商量互相把这类的士兵送回母国，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乡度过最后一段日子。而除此之外呢，交换战俘的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士兵，或者增加和平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当战俘成为一种可以换回自己同胞的筹码，双方呢就会尽可能的确保他们的安全，减少虐待或者是杀害战俘的状况。而且因为战俘的交换形式标准都需要进行长时间的谈判，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更有机会让双方愿意用其他的方法解决纷争。那虽然换囚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并不是依照人头计算，而是以军阶或者是战略价值来判断。比如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英美双方就制定了明确的兑换表，当时一个海军上将可以换60个步兵，海军中将呢则可以换40个。而近期的乌俄战争当中，俄罗斯更是拿了200个乌克兰的战俘，用来交换跟普林关系良好的前乌克兰议员维维楚克。而至于交换的方式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比如双方约定在中立区换人，或是单纯的释放战俘让他们自己回去。而关系缓和的话呢，甚至有可能安排专车把士兵直接送回营地。不过随着时间的发展，换囚也常被用在外交上。透过协议，除了战俘之外，也有机会交换一般的囚犯、政治犯，甚至是恐怖分子。所以有些国家或是恐怖组织就会为了增加谈判筹码，刻意的逮捕对方的国民。在一些司法相对不透明的国家当中，为了让关押在别国的目标人物能够被释放，这些国家可能会扣押对方公民作为政治筹码。而这种行为呢，在国际上面被称为是人质外交。人质外交手段虽然有些争议但是这招对于民主国家常常会有很好的效果。因为在民主国家当中，如果国民因为政治理由遭到监禁，民众通常会要求政府出手救人。在一定要把人带回来的政治压力之下，政府在谈判当中就容易处在弱势的地位，也更有机会做出不对等的囚犯交换。比如几个月前，美国为了营救被塔利班绑架的工程师弗里西斯，同意释放阿富汗的最大毒枭努尔扎伊。奥巴马也曾经用5个塔利班的指挥官换取陆军中士博格达尔的自由。有媒体就认为这2个案例呢，都说明了美国对于人质外交几乎没有抵抗能力。
那回到这一次的换球事件，虽然美国以前也发生过不对等的囚犯交换，但这一次的换球会引起这么多的关注，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被美国释放的布特并不是一般的军火商，他号称死亡商人，专门把武器卖给各地的恐怖组织，被认为是世界战乱不断的元凶之一。因此，有不少民众觉得政府这次付出的代价真的太大了。维克多·布特出生于1967年，曾经在苏联的情报单位服役。除了精通葡萄牙语、英语、法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之外呢，还会讲这个南非常用的科萨语跟祖鲁语。不过，在苏联解体之后呢，布特也跟着失业所以他就利用自己的语言长才以及在军方的人脉，开了一家军火贸易公司。那跟一般军火商不同的是，布特的客户大多是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比如在非洲，很多地方长期处于内战状态。为了避免战争的规模扩大，联合国会禁止大家把武器卖给他们，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不过，因为这些势力通常愿意出更高的价钱来购买军火，布特经常会无视禁令，走私武器给非洲的军阀。从安哥拉、赖比瑞亚到刚果，只要有内战的地方，几乎都有布特提供的武器，这让他得到了死亡商人的外号。而他的故事呢，也成为了电影《军火之王》的灵感来源。那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因为发现布特曾经为塔利班提供大量的武器，对他展开了数年的抓捕。那算布特做事一向谨慎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2008年，布特在泰国被逮捕，引渡回美国。最后以支援恐怖组织等等罪名被判刑了25年。那虽然对于布特的判决有不少的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美国来说，他是恐怖分子同路人。当初为了抓他，也花了不少心力。现在说放就放，势必会引起舆论的反弹。但为什么拜登还是愿意这么做呢？有媒体就认为美国跟俄罗斯之所以能够达成交换囚犯的共识，是因为格林纳跟布特对于拜登还有普丁都各自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对于拜登为什么愿意接受用军火商换篮球员，目前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从舆论的角度来看格林纳在美国有不小的知名度，她在女子 NBA、国际女篮都得到过冠军，还拿了2届的奥运金牌。因此，在格林纳刚被逮捕的时候，就有许多名人站出来声援，希望美国能够出手。此外，也有人认为格林纳同时有女性非裔族群以及 LGBT 的身份，是拜登愿意让步的关键，因为这3个族群都是民主党重要的支持者。以2年前的总统大选为例，拜登获得了7%的女性选票，川普仅4%。而在非洲裔还有 LGBT 的选民当中呢，拜登也获得90%以及81%的支持，所以有可能这场交换背后存在着选举考量的因素。而至于俄罗斯为什么特别指定要美国释放布特，有媒体推测，布特在俄罗斯的军人当中呢有非常高的地位，让他回国一方面是为了提升士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巩固军队的精英对于普丁的支持。有人觉得布特一直在情报部工作很有可能呢掌握了什么重要的情资，俄罗斯把他接回来是为了获取情报。那不管是哪种说法，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证实。但从结果来看，这一次的换球协议让很多美国民众觉得，政府为了把人救回来，做出了很不对等的协议。而这也间接的引发了一个新的讨论，那就是我们真的应该要允许政府交换囚犯吗？我们整理了一些美国商民还有媒体对于换球的讨论。那以现况来说，如果有美国的公民在国外因为政治因素被非法的拘捕，他们多半可以透过国际舆论、外交封锁或者经济制裁等等的手段，让对方同意放人，并不一定要用换球的方式。但以这一次的局势来说，今年的俄罗斯早就因为战争受到了各种制裁，但他们还是把美国公民格林纳送到环境很恶劣的监狱，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如果想要救他回来，大概就只能透过换球，不然格林纳迟早会撑不住。不过有另外一些人呢会认为这种被迫的换球会让政府因为时间紧迫无法拿出对等的谈判条件，只能够被迫呢释放军火商、毒枭甚至是恐怖分子等等。他们只有为了救一个人就把这种不定时炸弹放走，真的划算吗？另外，也有媒体认为，如果允许换球的行为，等于是在昭告天下，可以透过拘留美国公民来换取目标人物的自由。而这种态度反而会让国外的人民呢更容易遭到非法的逮捕。所以政府还是应该狠下心拒绝用这种方式换人。那对于要不要支持换球，美国民众暂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从2015年到现在，美国已经透过类似的谈判带回了150位以上的公民。媒体也大多认为，这样的情况短期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而且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做这集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过滤掉了很多的资讯，所以一定会有没有讨论到的地方。那因为呢，这一次的换球争议在美国甚至政治议题，大家关注的角度非常的多元哦。有的人呢会讨论格林纳的私生活，或者是政治倾向；有的人呢会把重点放在民主党是不是为了政治正确才去救人，或是为什么只救格林纳等等。那这么多的讨论角度呢，实在很难把他们全部整理在一起。而另外，其实我们也很好奇俄罗斯的民众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但因为语言的隔阂，最后真的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资料。所以如果有对于议题有其他的见解，或是对于俄罗斯比较了解的朋友，也都很欢迎在下面帮我们补充。那因为以上的这些原因我们最后决定从我们自己感觉比较陌生的换球切入，跟大家分享这个有点特别的外交手段。换球这件事情虽然有很多的政治考量，但我们觉得对于要不要换球的争论呢，最后都会是一种牵涉到个人价值观的道德议题。在美国民众的论述当中，我们发现大部分的人其实都同意政府应该要拯救受到迫害的人民，但大家的分歧在于，为了救出一个无辜的人，愿意付出多少的代价。有的人觉得，虽然被迫害的人很无辜很可怜，但不能因为这个样子就把坏人放走。有的人则认为如果是为了救人，就算要跟恐怖分子谈判也没有关系。那这个问题其实跟每个人的成长背景还有对于国家的理解有关，很难有个标准答案。所以我们今天设计了一个情境题，想要听听看大家的想法。那么今天想问大家的是，如果有一天中国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逮捕了一个台湾游客，并要求政府释放被关押的间谍，你的看法是什么呢？A. 觉得可以谈判但要衡量风险，不能够没有底线的让对方予取予求。B. 觉得不管怎么样呢，国家都要救人就算代价很高也应该要换。C. 觉得每个人应该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只能够提醒民众没事别去中国。提其他在下面留言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这起美俄换球事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乌俄战争以及经济制裁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